要不我送你过去吧？不用了，我约了客户，也要到点了。那奶奶送的这些腊肉，我明天拿给你吧。你自己留着吃吧，奶奶都是给你留的。炒的时候少放点盐。天宫娘娘，我6岁的时候摔断腿，向您求了这个事事如意，好派个天兵天将过来救我。您可倒好，20多年了，派来只神兽谢之，还是有回避制度的谢之。吓我一跳，这怎么还有个人呢？你刚才回来的时候，我跟你打过招呼了。打过招呼吗？你刚才回来，我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说你从机场直接打车就回来了。嘿，小小的岁数，这健忘症啊！要照这么看，这以后我得给你养老了。哈哈。哎呦，你今天不去打球啊？本来约好了跟徐总啊单挑，好死不死的他出门崴了脚了，你说？我说他认怂了，他还找理由不承认。哎，我想出来就出来了，就别回去了。我就到这儿来坐坐，打扰你了。打扰了。行，我走。这可是你让我走的啊，可别说我不负责任啊。你有地儿去吗？球场我先抓一个吧，一会儿你嫂子打来电话，你就跟着。我就说你去谈大项目了，10个亿。有点夸张了，没那么邪乎。你还别说，球场上还真有案源。上次胳膊拉伤的那个，那案子还没完呢，可惜让老李抢了个险。我那速效救心丸带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来，这我从老家带的特产，你拿点儿，万一低血糖犯了，还能赶紧吃一个。嗯，好。你打球慢点儿，你别崴了脚。太让人生气了。菊花、香肠。哎，怎么买这么多土特产，而且都是三无产品？什么三无产品啊？我在集市上买的。哦呦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糖了？你从来不吃糖的。这不是我的，拿错了。那是谁的？哎，你这次出差跟谁一起去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一个人去的。不过有一位当地的书记员协助我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看了好像在赶集，顺手买了点回来当礼物，顺便给同事带带。你给同事带礼物啊？啊！你别骗我，我可是你妈。我骗你有意义吗？行了，你要是没事儿，你不会跟我解释这么多啊！我不问啊！看你这狐狸尾巴，什么事儿露出来？别，我今天晚上做给你吃啊！我不吃了，待会儿就走。啊！哎，串儿来了。这个酱料啊，我调整了一下，给点建议。你尝尝。我们姐俩聊会儿。哦，聊案子呢？明白，遵守纪律，回避。你们吃。谢谢姐夫。哎呦，画的真好。
这娃一看就是重口味的。你别总这娃这娃的，他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个受精卵。你那么说，我心里有负担。别人是真不想要孩子了，我也不说什么。但是你明明就喜欢孩子，就是责任心太重，什么都想准备到最好。虽说将来有没有出息，不是咱们能完全控制的，但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充满爱的家，咱们说了绝对算吧。至于你跟肖冰两人，那是模范夫妻，肯定给孩子100%的爱，根本不用担心。可咱当法官的见多了那些闹心的事儿，就忍不住多想几步，万一哪一步没走对，不是坑了孩子吗？你别胡思乱想，肖冰一看就是个孩子奴。他嘴上说着无所谓，什么都听我的，但实际上，他早就把那些育儿书翻了一遍又一遍，甚至连婴儿房的装修都开始准备了。那证明他把你和孩子放在心上啊，以后会是个合格的父亲。如果把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人生版本当做1.0版本的话，那生儿育女呢，这个经历就像是2.0版本，因为你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，把自己小时候成长的那些经历的遗憾全部都弥补上。如果还有抱孙子的机会，那就是可以把中年时候带娃的那些经历的遗憾也全都弥补上。也就是说，直升3.0版本了吧？静姐，你说是不是我太自私了？你也别听我胡说八道，这个每个人呢拿到的人生剧本都是不一样的。生孩子呢也不光是压力和责任，它这个人生经历是任何其他的人生经历都没有办法替代的。生孩子更像是夫妻之间的粘合剂长辈们的长生不老丸。你想想看，菲菲她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小小的身影，那我的世界啪的一下就被照亮了。究竟是人性的泯灭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让我们一起看到就是赚到，关注瑞法眼。女生遭 AI 造谣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那下一期呢，我将给大家带来女工更衣被偷拍，以及企业招聘限性别被查，网恋遇骗局，女子遭诈骗。那关注瑞法眼的粉丝呢，也知道关于案件侦破的过程，以及罪犯最后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，不是瑞法眼关注的重点。更多的呢是关注女性的安全以及女性自身的权益。好了，那个恋恋这边呢叫我去吃饭了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瑞法眼。你好，你好，下班了吗？没下班了，您进来吧。谢谢。您受伤了？是，这看着还挺严重的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可以，慢点。您这边坐，我给您倒杯热水。好嘞，谢谢。您贵姓啊？我叫卢慧兰。来，过来。谢谢。您这是怎么弄的？我这是骑着电瓶车带我爸去看病，和汽车撞了。这是谁的责任？我的。那得赔不少钱吧？花了3万多了。我这腿骨折了，大夫说休息的不够好，后面可能还要做手术。那边的司机，那辆车后面还有别的赔偿。那是部分责任还是全部责任？全责。现在是要告交警，责任划分不当。行政复议了吗？不，这是我的全责。我闯红灯了。那您上我这儿来是？
我2个哥哥把我给告了。哦，您骑车撞的是您哥哥啊？不是，我骑电瓶车带着我爸去看病，撞了，我爸没了。现在在打一场官司，他们说要我赔30万。姑娘，你帮帮我吧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陆女士，您别着急，不是我不帮您，其实您这事儿就是交通事故，特别清楚，法官一听就明白。法官需要去考虑的是法律怎么适用的事儿，而且我觉得法官但凡有点良知，都会降低你的责任的。你也不一定要请律师辩护，不一定要在我这儿浪费这钱。我从来没有上过法庭啊，我有点紧张，我应该说些什么呢？一般人呢都没怎么上过法庭，这正常人上法庭血压都得升高呢。这样，你要是实在紧张的话，您到时候你看就近，您到我这儿来喝杯茶，放松放松。你要再在我这儿坐下去啊，我的良知该压不住我这上进心了，一会儿我该忽悠您签合同了啊。您放心，这事儿啊就听法官的就行，出了我这个门也不要去找什么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了。那毕竟是2个人的孩子嘛，你也得稍微考虑一下肖斌的感受啊。道理我都懂，可这事儿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吧，真有点不知所措。你还老说我们优柔寡断的，这搁你自己不也瞻前顾后的吗？这不像你啊。你跟姐夫怎么样？关系恢复了吗？恢复什么呀？这回到家2小时了，身上的洋膻味还洗不掉呢。不过这样也挺好的。谁能想到几年前在中原意气风发的他，这几年后就变成远近闻名的烤串师傅了。哎，就你来之前呢，他还在那儿掏下水道呢，那味儿可真够冲的。小点声。那姐夫当年离开中原，那不是迫不得已吗？他也经常说呢，说都是因为他疏忽了，没照顾好菲菲，才发生这样的事。那姐夫没有考虑重新回到法律圈啊？我们这几天还真聊过这事儿。当年不是因为菲菲出了事儿，所以就24小时都得有人陪着嘛。我本来说我辞职了，结果人家非不干，就不顾冯院的反对递了辞职信。这再加半年，除了跟菲菲说话治疗，都没怎么开过口。我也知道他离开他最爱的岗位，最爱的职业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我有一个师兄，他在能源公司当法律总监，就也是咱校友。他前2天还问我呢，说能不能给他物色一个法律主管，其实主要就是负责什么公司内审。如果要是有公检法，然后经济犯罪的这个经验更好。那你回头帮我问问姐夫呗，你看他愿不愿意帮这个忙？行啊，那我回家跟他说，这儿闹哄哄的不好说。你现在不敢看我，是因为对这段感情有所顾忌。嗨，沈大官，还记得我吧？我们上午刚见过。哎，这是给你的。怎么样？所以我认为孩子的成长，最重要的不是钱，需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可以陪在他身边，让他感受到被爱，这会成为他一辈子的财富。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吃，这个月奶奶的药吃完，我下个月肯定寄到。没事吧？我想成为一直照顾你的那个人，但我很纠结，不希望我俩重蹈江枫和娄月的覆辙。你说他平常看起来
那么冷面，没想到他那么善解人意啊！你身份证号能不能发我？我想帮你买个机票随心飞的套餐。想在你的世界，一切不再遥远，陪你走过岁月的漫长。怎么穿着衣服就直接睡觉了？快点，别赖着了，起床吃饭。15都诱惑不了你啊？怎么？从老家回来水土不服啦？全日给我表白了。你怎么说？我还能怎么说呀？拒绝了呗。厉害了。这有什么厉害的？我这么冰雪聪明，前途无量，以后还是顶级红圈律所的律师呢。我这身份，我有的选吗？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？明白了。你呀，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。这样的话，未来你要是孤独终老了，后悔了可别来找我哭啊。好香啊，什么味儿啊？我就说了嘛，带了好吃的回来。行，你起不来，来。哎呀，就在你床上吃行了吧，大小姐？快点，吃了心情就好了。还是你对我好。我就说嘛，我怎么可能孤独终老？让你一下。哎，你想想啊，以你现在这条件，沈燮志那样的你都拒绝了，等到未来你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，你还能看上谁啊？那我站金字塔顶端，我也不一定往上看啊，我往下看，一大把。你不会以为沈燮志会一直哭着在那儿等你吧？我到时候换一个人，行不行？行吗？不行吗？你不是我认识的秦小瑞了，干嘛？跟我都顶嘴啊！明明心动的要死，却还是拒绝了。让我猜猜你是怎么想的？猜什么猜呀？我看你是饿了。快走吧，我要睡觉了。我知道了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他是法官，你是律师。根据法官回避制度，你们两个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区域执业。好在他现在在基层，你可以换个区域执业。但是未来他要是升迁了，去了高院，甚至最高院，那你就得跟你的偶像娄烨一样。你闭嘴吧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职业的。哎呦！行了，不就是被批评教育又被拒绝吗？你看我，都这样了，能怎么地呢？啊？我跟你能一样吗？不过我想了想，秦瑞其实也没错，他确实不是那种为了爱情能放弃事业的人。都怪我，没忍住，让大家尴尬了。话是这么说，
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踩了刹车，并且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，那我就告你个消息，能够帮助你们脱离苦海。高院刚刚发布了一个选调干部的公告，3个新提名额。这次选调是面向全市的，只要够资格就能报名，竞争肯定很激烈，但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。怎么，这么好的机会你犹豫啊？我是觉得这次机会是不是不大？别想那么多了，爱情都没了，你还不得奔一下事业呀？那个老渣男肯定是骗我妈的，他40多，我妈60多，比我还小1岁，而且我妈身体还不好，你说他能图啥？除了钱，他还能图什么？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？偏偏中年妇女就吃他那一套。哼，这就是人家说的那师奶杀手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一下，咱们这个法官是男的女的呀？你别到时候是个中年妇女，再被他一蛊惑啊，花言巧语的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男的也没这么大魅力。嘿，具体分到哪个法官我也不太清楚，但如果是女的，可能是舒静法官，她火眼金睛，很靠谱的，肯定骗不了他。这渣男，这原告叫什么名儿？何秀光。何秀光。哦，何秀光，放心吧，骗不了。好像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法官，名字是3个字的。对，3个字，应大年。不是，那个名字好像挺绕口的，好像姓陈。不姓陈。对啊，青城法官也没有姓陈的。你稍等一下，我看一眼啊。对，你看一下。姓沈，沈谢志，对，就是他，名字特别绕口。哎，对了，你跟这个法官熟吗？不熟。认识了解。哦。啊，放心吧，这何修光肯定骗不了他们。这法官什么样人没见过？希望吧。问这个名字我就生气。甄法官好。哎，甄法官。下面宣布法庭纪律：为维护法庭秩序，保障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规定，下列人员不得旁听：1. 未成年人，经法院批准的除外；2. 精神病人和醉酒的人；3.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。旁听人员、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守以下纪律：1. 所有到庭人员都必须服从审判长指挥； 2. 任何人对合议庭及其组成人员有意见，均不得当庭提出，不得随意走动；5. 旁听人员不得发问，不得鼓掌、7. 不可吸烟； 8. 进入法庭必须关闭各类移动通信工具。旁听人员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有意见，可在闭庭后用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。法庭纪律宣读完毕，全体起立。现在请审判员入庭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石法官，你别站起来，小心摔着。好。坐吧。哎啊。现在开庭。入我相思门，知我相思苦。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极。原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古文不太好。对不起，法官。那我说的白一点，
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，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，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，让我万念俱灰，以至于我已经开始思考起人生的归途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那一天却成为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，因为就是在那一天，我在公园里偶遇了他。他玲珑剔透，他温柔似水，他默默地倾听着我的忧伤，抚慰着我的心灵。当我说到伤心处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极度共情，浑身都在颤抖。我妈当时刚做完脑梗手术，还在恢复期。当我凝望着紫罗兰老了春容，青丝的卷发遍洒着皑皑白雪；当我看见参天的树枝叶尽脱，他不久前曾荫蔽着喘息的牛羊。你骂谁呢？谁牛羊啊？夏日的青翠，一束一束的旧妇，带着坚挺的白须被鱼上恋宠。于是我不禁为你的朱颜感到焦虑，终有日，你要加入时光的废堆。你现在就是个废品。冷静，是我妈从垃圾堆里把你捡出来的。被告，控制情绪。庭上还陛下呢，你能不能说人话呀？孙大明，钱阿姨，您别激动，您的孩子也不是不同意您再婚。只是觉得何先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。我为什么不是他的理想选择呢？难道就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？23岁。23岁怎么了？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？那经历风霜的长者和正当芳华的姑娘，不也能组成神仙眷侣吗？我们为什么就不行？还是说你们觉得男大女小是真爱，女大男小就不行？你们老了也觉得自己不值得再被爱了吗？女人这样自己贬低自己，男女平等什么时候才能实现？不调了，不调了！你看他成天哭哭唧唧的。舒法官，你还是尽快判吧。您怎么判，我们怎么服。就是判了吧，我们等着财产分了，换了钱，还要给我老爸呀下葬，寻个好点的墓地，也算是尽尽我们的一片孝心吧。你们失去亲爱的父亲，痛苦万分；你们自己的亲妹妹身受重伤，现在还坐在轮椅上，你们不为她的将来考虑一下吗？哎呀，这一码归一码，这财产分了，哎，就算是他日后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了，求到我们头上，我们也不会见死不救啊。是，但是他自己犯下的错误，就得他自己买单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您是法官，你们的境界肯定和我们这一般老百姓不一样，但是咱们不能用这个亲情来绑架法律，更不能因为同情来泯灭公理，是吧？等一下，杀人偿命，你是想说谁杀人？那还有谁呀？他，是他撞死我爸的。你冷静点。当然，我们俩作为他的亲哥哥，也不是真的想看到把他送进大牢蹲大狱，但是他害死我爸这个事儿，这是事实。我爸当时脸都憋紫了，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，救护车说1个小时才能来。咱家门口那路那么窄，车也进不过来，我懵了，我懵了。1个小时怎么了啊？那1个小时就不能等了吗？那要是真是来不及了，那也是天意。救护车耽搁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向急救中心索赔呢。国家单位赔钱呀，那赔的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，100万都挡不住吧，大哥？是啊，这专业的事儿就应该专业的人来做。我老婆是护士，她说如果受伤情况不明的情况下，应该先保持伤者不动。你想想，当时如果你选择先吃药，在家等待救援，我亲爱的老爸就不会被车子撞死了。真行。医院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明确写了，
老爷子是心源性猝死，是病死，不是死于交通意外。那也是因为他撞车把老爷子给吓死的。是啊，这他逃不了责任的，少不了。这个法官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如果你们现在对于死亡原因和责任还有异议的话，建议你们拨打110，由警方出面进行调查。有刑事案件性就移交刑庭来处理。我作为家事庭的法官，的确没法给你们评这个理。哎呀，我们也不是这么狠心的人嘛，她毕竟也是我们的亲妹妹。您这么说的话，好像是我们非要让她进大狱一样。就是没那个必要。你们要是没有异议的话，就按照证据上写的死亡原因走了。那他疏忽照顾，行，就按心源性猝死走。何先生，我非常钦佩您的才情，也赞赏您对爱情的一往无前。但是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情，爱情可以是头脑发热、一时冲动，但是婚姻不可以。婚姻是一粥一饭、柴米油盐，需要同心同德、门当户对。但是据我们对您的了解，您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没有稳定的居所，更不要谈收入来源了。秦律师，你说的这些是大家追求的理想婚姻吗？你的思想怎么这么的传统、古老、僵化？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你一往无前的爱情吗？那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。当爱情到来的时候，它会让你口干舌燥，它会让你魂不守舍，它让你一日不见，茶饭不思，它让你为了他不再惧怕衰老和死亡，为了他敢于对抗全世界。你们今天质疑我，我不怪你们，那是你们生命的悲剧，因为你们从未体验过这种感情的神圣和美好，从未品尝过命运最美的甘露。哎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要吐。啊，法官，你刚才不是说想要看证据吗？我这儿还有一份证据，给你看一下。小妹，我们好好回忆一下。3个月前，我呢告诉你，让你给老爸买一份重疾险。当时呢，这业务员小赵跟你去了咱们家好几趟，保险单什么都填好了。你当时也觉得价格挺合理的，我后来让你去买，我对你放心。现在3个月过去了，老爸心源性猝死了，应该保险公司赔钱了吧？这个事儿你应该好好跟我们解释解释了吧？大哥问你呢，说话呀！大哥给咱爸可是选了50万的保额，啊，那个心源性猝死，就在那个保险范围里面。小妹儿啊，50万呐！你就为了贪图那点保险费，让我们损失了50万，你知道吧？你忙给忘了。你一个家庭主妇又没有生孩子，每天不就是照顾咱爸一个人吗？你忙在哪儿了？法官，你也听到了啊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他忘记付钱了，结果造成了我们50万的损失，这个钱不能不赔吧？而我们也不要多，这50万分3笔，我给你去掉一个零头，你只要赔偿我们俩每人16万就行了。不是30万吗？30万那是你撞死老爸的赔偿费。法官不让我提这茬了啊，咱们一码归一码，这个事儿是不是你犯的错？啊，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要担责任？赔偿那点钱那都是小的，我和哥还没让你赔上老爸的命呢。是啊，我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是，等等，这上面理赔范围没写心源性猝死。急性心肌梗塞和心源性猝死不是一回事儿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我打断一下，我有个朋友的父亲也是死于心源性猝死，当时也是买了重疾险，但是保险那边是拒赔的，因为诱发心源性猝死的原因有很多种，其中就包括心肌梗塞，所以咱这保险买了，也未必能赔你。不是那个小姑娘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你那个朋友他老爸被拒赔了。你凭什么说我爸也会被拒赔啊？我说的是未必，未必也不好说的。哎，这简单了，去做个尸检不就成了吗？卢慧兰，你敢不敢带着咱爸去做尸检，
如果尸检结果出来呢，保险不赔，我们兄弟俩认栽；如果在保险的理赔范围之内，这50万1分都不能少，不能少！你给我吐出来！你敢吗？何先生，您先把爱情的本质，还有到来的信号先放在一边，这些命题呢都过于宏大了。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您在这段爱情中的诉求。在您和您的爱情到来之前，钱阿姨带着一对儿女，母慈子孝，其乐融融。您带着您的爱情来了之后，确实一开始我的当事人是反对的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已经同意你们领证了，也已经让你搬进了钱阿姨2环内的公寓。照常来说，你应该感到满足啊，应该好好享受您爱情的硕果。那您为什么反倒要去怂恿钱阿姨起诉撤销赠与儿女的6套房产呢？母亲赠予那些房子给他们是有条件的，前提是他们得孝顺。我们哪不孝顺了？妈，你自己说。他们干预母亲的婚姻，破坏母亲的幸福，截留母亲的收入，对母亲的爱人横加指责，让母亲日夜垂泪伤心。是他们先不仁，我们才不义的。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我的乖乖，我没有任何私心。秦律师，你为什么总是把爱情和金钱混为一谈呢？难道在你心目中，没钱的人就没资格恋爱吗？何先生，在我心里，我认为没有面包的人没有资格谈爱情。丑陋、庸俗、市侩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律师有一颗这么丑陋的灵魂，雇主又能好到哪儿去？你再说一遍。原告，注意言辞啊，不要人身攻击。你们还是太年轻了。如果你们像我这样一时乾坤大，就会懂得，金钱是赚不完的，事业也是拼不尽的，现实的障碍更是无穷无尽的，但生命却是短暂的。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，爱情可能就是昙花一现，也可能是沧海中的一粟啊。如果你不及时抓住的话，就会永远失去。就算有一天你腰缠万贯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啊？沈法官，我说的对吗？所以说，我和桂香有什么错呢？我们只是面对爱情的时候勇敢无畏，拼尽全力。在这枯燥干涸的生活中，遇到一个像桂香这样的灵魂伴侣，你会放弃吗？如果你曾经身处黑暗的时候遇到了一束光，你难道不会抓住它吗？如果你知道你这辈子错过了他，你再也遇不到任何让你心动的人，你难道还会放弃他吗？你们会吗？会吗？秦律师，你为什么总是把爱情和金钱混为一谈呢？难道在你心目中，没钱的人就没资格恋爱吗？金钱是赚不完的，事业也是拼不尽的，现实的障碍更是无穷无尽的，但生命却是短暂的。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，爱情可能就是昙花一现，也可能是沧海中的一粟啊！如果你不及时抓住的话，就会永远失去。进。哎呦我的妈！没完了！又怎么了？还是那俩妈宝啊？还能有谁？你说我就不明白了，自己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，干嘛非要生孩子呢？
那两边的爹妈也是啊，已经养废一代了，干嘛还要张牙舞爪的再去祸害下一代？全家上上下下，除了那个躺在婴儿车里穿纸尿裤的，就没有一个正常人。你知道我今天在庭上，我多想大声的跟他们喊吗？我求求你们了，放过孩子吧！你说不会生不会养，但生了就好好负责，有点责任担当，就不能学吗？真是的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！好多了。静姐，你跟姐夫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生二胎呀！我什么时候说要生二胎了呀？反正都要消耗那些卡路里，干脆要一个得了呗。你们这对幸福夫妻应该多为社会贡献爱心。我们没消耗。啊？没？什么意思啊？姐夫不想啊？年纪到了吧，没成。净瞎说，才多大年纪啊？这绝对不正常啊！静姐，我觉得要不然你就带姐夫去医院看看，那哪怕是开副药调理调理也是好的呀。算了吧。你看。菲菲要下课了，我过去接她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嘛？今天让菲菲跟我回家。啊？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，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缝补，让恨释怀爱能如初，开垦生活的荒芜，同行一路多盼望。让我做破晓的风，吹散所有苦痛，让我做单身的舟，公道自在。人心之中多少呼喊，挣扎着迷茫着等待回声点燃灯火，回应诉说你应该幸福，这掷地有声。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。